叫什么名字？臣女陈婉婉是陈侯府的嫡女，因臣女平日积德行善，故太后邀请前来赴宴。平日臣女甚少出门，所以方才太子说禁过臣女。您肯定是认错人了。或许真的是我认错人了。不过太后向姑提起过你，说你想做太子妃。不是我，你也配？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也配来当我？完了，条件反射了，忘了这不是4年前了。陈婉婉，你！陈婉婉，臣女的手受过伤，一激动就抽筋了。殿下活该。殿下恕罪。太子是宫婢所生，从小在宫中受尽欺凌。陈婉婉当众打了他，他肯定不会放过陈婉婉的。他笑什么呀？难道我这一巴掌把他脑子打坏了？一派胡言！陈婉婉，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以下犯上！来人呐，将这逆贼给我拿下！你得罪了太子，快受死啊！殿下，逆贼已经拿下，请您处置。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给我闭嘴！今日就是你这逆贼的死期！滚！听到了吗？太子殿下让你滚去九泉之下，我来帮你。我是叫你滚。让我滚！殿下，这妖女胆大妄为，她今日敢动手，明日就敢行刺，你千万不要放过她呀！你聋了吗？姑说的话没听见是？太子殿下怎么回事？为什么偏心这个贱人？太后，陈婉婉一定是想谋害殿下，一定不要让她得逞了呀！县主所言极是，陈婉婉公然在宫宴上对太子动手，若不严惩，以后天下人会以为我们皇家人人可欺。太后圣明，臣请太后赐白绫1条，让她自行了断，以绝后患。什么时候姑的事情轮到你来做主了？殿下，臣也是担心您的安危啊！闭嘴！再敢多说一句，姑便废了你的县主之位，将你贬为贱婢。这活阎王不愧是活阎王，真够狠辣。不过他没认出我。完了，又下意识了。臣女的胳膊其实也受过伤，一激动也抽筋了。臣女真的不是有意冒犯殿下的。刚刚那个招式，我果然没有认错人。好，陈婉婉，很好。来人，赐御酒。赐酒？他居然放过我了，为什么？好机会，将酒改成毒，我要让这贱人喝下去，七窍流血而死。第2次改字，林薇居然能连续使用改字能力。陈小姐为何不喝？这可是太子殿下亲赐的御酒，你要是不喝，就是不把太子殿下放在眼里。殿下恩赐，臣女受宠若惊。只是此酒乃殿下亲赐的御酒，臣女身份卑微，需先净手焚香，叩谢天恩，方敢饮用。还请殿下容臣女下去准备。陈婉婉，你少装模作样！太子亲赐的御酒，哪来那么多规矩？我看你分明就是抗旨不尊，藐视东宫。太子赐酒乃是天大的恩典，寻常人求都求不来，你竟然推三阻四。太后说的是，我看他就是藐视皇恩，应该治他个大不敬之罪。就是应该治他大不敬之罪。就是没错。殿下，太后，臣女不是这个意思。喝！太子殿下赐的酒，你还有资格拒绝吗？你要是不喝的话，那就是谋逆。你既然不愿意主动喝，那就别怪哀家帮你了。来人，灌下去！不过是喝一杯酒而已，这陈婉婉怎么如此抗拒？这不是姑赐的御酒。
你说的有理，刚才是哀家疏忽，仙嘴与鹰烈确实应该受这份敬意。这次我居然重生到了喝掉毒酒，太子还没来的时候，为什么这次比之前又提前了？难道是触发了什么条件？陈氏嫡女，方才你奠酒的心意，哀家都看在眼里。既然你有这份心，哀家就把珍藏多年的佳酿赏给你。改佳为毒，贱人，我看你这次怎么逃！不对，之前太后并没有赏我第二杯酒，怎么这次不一样了？而且这次太子还没有出现。太后宅心仁厚，陈小姐，这酒可是饱含了太后对你的嘉奖，你可要好好的领受。太子殿下到！参见太子殿下。拜见皇祖母。坐吧。太后，太子殿下也到了，正好可以见证陈小姐领受恩典。只是陈小姐自奠酒之后，这杯中的酒却迟迟未动，难道太后赏的酒也配不上你吗？陈小姐，你好大的威风啊！我们这些莽汉从边关带来的酒，你可以不喝，但是太后赏赐你的酒，难道你也不喝吗？真是不知道陈小姐到底有多大的底气。赏酒之事关乎皇家体面，你若再拒，就是抗旨。太子殿下，县主说此酒祥瑞，您既然来了，当由您先饮，福泽天下。您身为储君，万邦表率，只要您饮了此祥瑞之酒，方可上为天意，下泽万民，也不负太后体恤将士们的圣心啊！你倒是能说会道。太子谬赞，这都是臣女的肺腑之言。大胆陈婉婉，这是太后亲赐的酒，你居然敢转手逼太子饮用，你这是以下犯上！我哪里以下犯上？我只是想让太子喝一杯有福气的酒。你还敢狡辩？你屡次三番的驳回太后懿旨，现在还逼迫太子喝酒，看你就是藐视皇恩，目无王法。看来福威是真的急，都开始给我胡乱安罪了。不过萧纪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陈婉婉，你要是现在喝了，我还可以替你求太后和太子殿下开恩，饶你一命。只要你把这杯毒酿喝了，那就必死无疑。林县主刚刚的这番话简直错得离谱。什么意思？这御酒是太后亲赐，象征着皇家的身份和地位。我不敢喝，是觉得自己不配。可你呢？难道在你眼里，这御赐的圣物，我身为臣子之女喝得，反倒殿下身为一国储君竟喝不得？我还想问问你，到底有没有把殿下放在眼里？你血口喷人！这陈婉婉比我想象中的有意思多了。我才不是这个意思。太子殿下，此酒百年难得一遇，臣女斗胆敬您，祝殿下龙体康健，家国昌盛。陈婉婉，这可是太后亲赐的酒，你要是想借花献佛，也要把这杯先喝了，再敬殿下。林县主的话好奇怪啊，敬殿下的酒，当然要以最纯正的滋味奉上。臣女先喝一口，把剩下的再敬给殿下，这是敬人还是羞辱人？我是怕你不懂规矩，冲撞了殿下。你先喝，证明了忠心，再敬殿下。这酒是太后御赐的，殿下承的也是太后的恩，何来证明忠心之说？倒是你5次3番阻拦着不让我敬殿下。你别信口雌黄，你接近太子，肯定就是有什么阴谋。太子为储君，我为臣女，臣子亲近君主，有什么阴谋？万一你是想给太子做妾呢？做妾？
林县主，太子虽然身份尊贵，但我好歹也是侯门嫡女，断断不可能自轻自贱。莫不是县主你自己有这种想法，所以才一计不？你别吵了，把酒拿过来吧。殿下不可！怎么了？方才姑一直很好奇，县主为何一直阻拦，不让姑喝这杯酒？莫非这杯酒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他竟然句句都在逼临危抱怨，可他怎么会知道这酒有问题？殿下说笑了，臣女只是觉得这酒配不上殿下的身份。依你之见，太后亲赐之酒，姑配不得，反倒是配得上侯府嫡女了。你这是在质疑太后的决断，还是在贬低姑这储君的身份啊？臣不是这个意思，臣只是担心殿下的安危啊。是吗？看县主这副身如斗筛的样子，姑还以为这杯酒有什么猫腻呢。殿下明鉴，这酒是太后的私藏佳酿，臣怎么会藏有猫腻呢？臣女只是畏惧太后的恩泽，所以才诚惶诚恐的。哦，原来是这样。这次重生，萧寂居然没有找我的事，反而处处针对林薇。难道他和我一样，一直在重生？太子殿下明鉴，林县主一心为国，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是啊，林县主的忠心，大家都看在眼底。还请太子殿下不可相信谗言，冤枉了林县主，请太后明鉴，请太后明鉴。行了行了，不过是一杯酒罢了，惹什么猫腻？不想喝就不喝吧。谢太后，都起来吧。谢太后。宴会还要继续。殿下可是知道些什么？上次姑赏你那杯御酒无毒，可你却死了。这次你一直在拒绝，是不是喝了这杯酒还是会死？他果然也是重生了。殿下，你如你所想。陈婉婉，你拦着殿下做什么呢？没听见太后刚才说宴会要继续吗？殿下，这里不便多言，臣女只能先冒犯一下。什么意思？太子殿下，臣女一直仰慕您的天威，故敬你。你大胆陈婉婉，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臣女该死，一时失仪冲撞了殿下，还请殿下和臣女一起下去更衣。太后，他就是对太子殿下图谋不轨，您不要听信他的谗言啊。皇祖母，陈小姐也是无心之失，还请您切莫怪罪。臣孙和神小姐衣服都沾了酒气，实在是不方便处在大殿上，还请您批准允许去换衣，等完事之后再回来继续参加宴会。无妨，来人，带太子和陈小姐去偏殿更衣。谢皇祖母。陈婉婉这个贱人，竟敢在殿上故意勾引太子殿下，泼酒算什么手段？装可怜博同情罢了。否则我定要让你当众出丑，让太子厌弃你。若不是什么，我泼酒已经是殿前失仪，他恨成这样，却没借题发挥，反而这么轻易的放我离开了。难道这能力并非无使用限制，而是有次数限制？太子殿下，陈姑娘偏殿到了。你去拿2身干净的外衣过来。是。你要和姑说什么？殿下，您是不是也陷入了这该死的循环中了？什么循环？就是死了活，活了死，死了又活，如此反复。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殿下何必装糊涂？方才您对林薇步步紧逼，还在太后面前替我说话，更是主动和我来这偏殿更衣。您要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才不相信。你这个脑袋瓜倒是蛮灵光的。所以殿下要不要和我？
姑凭什么相信你呢？毕竟今日我们两个才第一次见。敏感多疑的狗太子。就凭林薇有改字能力，而我能听到他的心声。改字呢？心声？没错，方才之所以我不喝那杯酒，是因为那杯酒被林薇改成了毒，只要我喝下去，就会当场毙命。所以你把那杯酒让给姑来喝。哎，陈婉婉，你好大的胆子呀！殿下恕罪，臣女只是一时无措才出此下策的。况且殿下这不是没事吗？哦，臣女的意思是，殿下福大命大，肯定会没事的。况且林薇本就知道其中蹊跷，肯定不会让你喝下那杯毒酒的。这一切都在臣女的算计当中。真的吗？真的真的。哎呀，殿下您就不要计较这种小事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你我必须联手破掉这死局。为表诚意，我先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倾盘托出，殿下觉得如何？说吧。前几次循环我都没能活过今日宫宴，都是被林薇通过改字安上莫须有的罪名，然后被赐死。将赐座改成赐死，我要让他血溅当场。赐死！将赏金改成吞金，我要让他吞金而亡。吞金！并且他每次改字都快准狠，只改动一个字，一击毙命。可上次姑赐给你的是玉酒，林薇并没有改字，但是你喝了之后还是死了，这是为何？那是因为林薇还能将酒改成毒。那其他的呢？他除了改字还能修改什么？这个臣女现在也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林薇的改字能力肯定有限制。限制？没错，之前林薇害我都是一击毙命，只要找机会他就不会放过我。方才我故意泼酒殿前失仪，可他没有任何动作，所以肯定是有什么限制了吧。那你觉得是什么？我觉得或许是有次数限制。好机会，将酒改成毒，剑喝下去，要流血而死。第二次改字，林薇居然能连续使用改字能力。我重生了那么多次，只有那一次见过他连续使用能力，并没有使用过第二次。而且我记得他使用第二次修改之后，脸色就变得十分苍黄。有没有可能是他处理的时候只需要修改一个字即可，没必要使用第二次？可是这一次他并没有一击毙命，可依旧没有使用第二次。难道他也重生了？不可能，据我重生这么多次的经验而论，林薇是没有之前循环的记忆。所以你重生之后面对的都是全新的林薇，而这个林薇就是想一门心思的杀了你。是啊，我重生了无数次，不管我选择什么，回答什么，都能被林薇找到机会改字杀我。重生了无数次，居然只有2次撑到了孤境宴会，还真是蠢钝。别骂了，别骂了，我承认之前我是有一点小摆烂，但是我现在已经在思考了，这不，我已经找到一个漏洞。重生了那么多次，就算是傻子也找到了规律。这死瘸子的嘴还是一如既往的毒。当初在破面，我怎么没把它毒哑？在想什么呢？没什么没什么，只是臣女有一点小好奇。好奇什么？既然殿下您说也跟着臣女重生了一次又一次，那没进宫宴之前您都在做些什么？那没进宫宴之前您都在做些什么？所以您就这样晕倒了又起来，起来又晕倒？哼，姑还以为是被什么东西给诅咒了呢，原来是你这个蠢货连累了我。
是，殿下教训的是，早知道殿下跟着臣女一起重生，我保证之前不摆烂，早早动用我的大脑。行了，现在将功补过也不晚。你找孤兰，应该不只是说这些吧？殿下英明，臣女已经想到对应之策。哦，我们已经推算出林薇的改字能力有缺陷，现在只要我们找机会验证一下就好。你是说验证他修改能力的次数上限？没错，之前臣女大多数都是早早死期，从无验证。若我们重回宴会之后，故意设局刺激他，让他动用第2次、第3次能力，只要次数多了，总能看出端倪。若他使用了无数次能力，还毫无破绽呢？那就是臣女的猜想错了呗。到时候啊，只能靠殿下想想办法了。毕竟殿下这皇室熏陶成长中的脑子啊，一定比臣女好用得多。陈婉婉，姑之前真的没有见过你吗？陈婉婉，姑之前真的没有见过你吗？这宫人怎么回事？这万一怎么还没拿来？太子殿下，我去看看啊。小乞丐，这次你跑不掉了。皇祖母，回来了，快入座吧。你坐我身边干什么？姑想坐哪里就坐哪里。陈婉婉这个贱人，竟敢在殿上故意勾引太子殿下！随便。陈小姐，之前是我多有冒犯，还请陈小姐赏脸，跟我喝一杯。陈婉婉，只要你喝了这杯酒，我自有办法让你去死。那看来这杯酒是没毒了，我倒要看看这次你又想玩什么把戏。既然林县主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陈侯嫡女贤良淑德，乃大家闺秀之典范。林县主保家卫国，乃是女中豪杰，你们两个本来就应该和睦相处。怎么了？肚子好痛。陈侍女，怎么了？哎呀，陈小姐，这是怎么了？快传太医，传太医呀！脉象紊乱，脉自将品脉改成喜脉，我要这贱人心欲尽毁，自裁谢罪。启禀太后太子，陈小姐脉现滑象，此乃喜脉。没想到林薇的改字能力还能改变他人的话语。陈小姐，你是侯府嫡女，竟然做出这种违规生意的丑事，简直是亵渎礼教。太后，太子明鉴，未出阁女子身怀6甲，此乃大忌。若不严惩，恐难正朝纲，明教化。今后世家女子皆效仿之，国体何存呐？这个陈侯爷一世清明，居然毁在你这个女儿的手上，真是家门不幸呐！哎，就是，还大家闺秀，真是不知检点啊！就是，左将军，你有事就说事，别把我爹牵扯进来。他常年驻守边关，一心向国，岂是你能智慧？更何况，就算我这是喜脉，也是我自己的事，和我爹无关。太后明鉴，陈小姐可能不是故意的。事已至此，侯府声誉岌岌可危，若不想拖累家族，让她以死自证清白，保陈家100年清誉。原来他想逼我自裁。太后明鉴，
陈小姐可能不是故意的。事已至此，侯府声誉岌岌可危，若不想拖累家族，让她以死自证清白，保陈家百年清誉。林县主着什么急啊？这喜脉若真，我甘愿伏法；若假，你便是蓄意谋杀朝臣之女。太医诊脉岂能有假？太医诊脉怎么不会有假？我好心为陈家顾全颜面，劝你体面自证，你居然污蔑我，害你！未婚先孕已是重罪，居然还敢污蔑县主，未免也太猖狂了吧！就是，太后，臣以为林县主说的对，此等丑事不可外扬。若陈小姐不愿受审，不如赐她3尺白绫，得以保全侯府和皇家的颜面。我不过就是怀疑这喜脉的真假，林县主和各位将军的反应未免也太大了吧？我看你就是在狡辩。太后，陈小姐作为侯府嫡女、京城贵女的典范，不仅不洁身自好，还做出这些下流无耻的事情，简直就是败坏风气。诸位大臣觉得呢？太后，陈氏嫡女未婚先孕，已处分伦理纲常，恳请太后赐白绫，以保全侯府和皇家的体面。请太后赐白绫。太后，众怒难犯，再拖下去恐怕怒及陛下，累及您的圣名，请您为皇家和侯府做主，速做决断。求太后速做决断。求太后速做决断。没想到林威居然联合众臣一起给太后施予，他还真是狂妄至极。陈婉婉失德辱门，愿陈侯忠烈，赐毒酒，全其体面。行吧，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让我死，我就先死呗，反正下次你们又不见。大胆！太子，这次我就先死，下次我再讲话。没想到这次重生又提前了1刻钟。刚才在偏殿睡得还挺舒服的。光知道睡，不是想办法吗？忘了上次你喝了那杯酒之后就腹痛了。这还用想？肯定是林威做的手段。不过这次早就安排人盯着宴会上的一举一动了，你桌上那杯酒无人动过。那就好。陈小姐，之前是我多有冒犯，还请陈小姐赏脸，陪我喝一杯。好。不是说这酒没问题吗？我一直找人盯着这杯酒，真没人下手脚。难道是林威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动用心声修改了？可我桌上的这杯酒从来没人提及过，林威应该没有机会修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陈小姐这是怎么了？快传太医！启禀太后，陈小姐脉象紊乱，并非气脏受损，只因饮食急骤，寒气入身，所致脾胃不和，故而腹痛难忍，但并无大碍。孤听闻王太医你的小孙子近日得了一场急症，而太医院的药材却迟迟掉不下来。殿下明鉴，小儿顽疾，臣忧心。这千年人参是孤从国库调来的，你孙子缺的药材应该就是这个吧？正是啊。只要你帮孤完成一件事，这千年人参就是你的了。请殿下吩咐。今日宴会的时候，若陈小姐有恙，你诊脉时只需要将脾脉紊乱改成脾胃不和即可。脉象造假，这是欺君之罪呀！欺君，帮孤，不仅你孙儿能够活，你还能够晋升为太院的院判。不帮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
遵旨。王祖母，既然陈小姐只是肠胃不适，那她去偏殿歇息片刻便好，由陈孙陪你宴饮。允了。怎么会是脾胃不和？这我该怎么下手？有了！禀太后，臣有要事禀报，是关于陈小姐的。何事啊？臣看见陈小姐在御花园内与外男私会，还请太后严惩。私会？陈家嫡女可有此事？回太后，莫须有的事。林县主，你不要什么罪都往我身上安好不好？真是张口就来。我若有半句虚言，便受五马分尸之刑。你这个人真的是……林县主他愿意发毒誓，说明肯定有一定的把握。陈小姐，你不妨等他说完了，你再喊冤。太后，3日前，臣女在御花园的沉香亭中为太后采摘新鲜的玫瑰，无意间撞见林小姐，她与外男私会，两个人你跟我牵着手，我给你送着礼，旁若无人，举止亲密。你还真是会编啊！又是牵手又是送礼的，你怎么不说我当场和那外男成亲拜堂入洞房了呢？我有证据，这枚玉佩便是那男子离开时落下的，还请太后明察。陈小姐身为闺阁中人，居然在宫中与外男私会，真的是败坏门风，做出如此不知廉耻之事，还请太后严惩，否则何以正宫归复朝纲？陈小姐，两位侯府嫡女竟然做出这种丑事，这外男该死！难怪刚才他腹痛时一脸的心虚样，魏太后这么疼他，真是不知廉耻啊！就是，陈后嫡女，林县主所说是否属实啊？回太后，臣女从未私通外男。太后，还有人证，当日沉香亭洒扫的小太监也在场，也瞧见了此事。回太后娘娘，奴才3日前的确看到这位陈小姐与一位公子在庭中说话，奴才不敢撒谎。人证物证俱在，请太后即刻下旨严惩陈婉婉，以儆效尤。林县主真是为了污蔑我，良苦用心啊！陈婉婉，证据确凿，你还敢抵赖？证据确凿，你有人证，我也有人证。什么？你向来独来独往，谁会给你作证？太后，是非黑白，请听臣女自辩，再做定夺。起来回话吧。3日前，太后得了咳疾，我在太后宫中熬制润肺汤，这润肺汤需要时时盯着火候，所以那日我从未离开过慈宁宫。太后身边的张嬷嬷和李公公都能作证。我在太后宫中熬制润肺汤，这润肺汤需要时时盯着火候，所以那日我从未离开过慈宁宫。太后身边的张嬷嬷和李公公都能作证。你们2人可有印象啊？回太后，奴婢确实记得3日前陈小姐一直在慈宁宫熬汤，未离开半步。小奴也可以作证。不可能，一定是你们在包庇。张嬷嬷和李公公都是太后身边的老人了，臣女之前也从未跟他们有过多接触，他们怎么会包庇我呢？那就是你们串通好的，你给了他们什么好处？县主这番着急的模样，倒是让我想起来，那日熬汤的时候，好像似乎见过林县主和这位小公公。那日奴才也看见林县主与小宁子在殿外窃窃私语来着。当时老奴还纳闷呢，这小林子只是御花园的小太监，怎么会和林县主搭上关系？如今想来，现在想来，一定是林县主为了污蔑我，收买了这个小公公。林薇，你真的是好歹毒的心思。那这枚玉佩怎么解释？这枚玉佩连暗纹都没有，市井小摊上10文钱都能买到，又能证明什么？林薇，你想污蔑我，也不找一个好一点的玉佩。至于你，还不老实交代，林薇给了你什么好处，竟然让你敢欺骗太后？林薇，你想污蔑我，也不找一个好一点的玉佩。至于你，
还不老实交代？林薇给了你什么好处，竟然让你敢欺骗太后？太后娘娘，太后饶命，是奴才糊涂，是离狗奴才！原来都是你之前在胡说八道，我一时糊涂才会被你这个奸猾之人给蒙骗，险些还冤枉了陈小姐。这林薇还真是会装模作样啊！李县主，你家中的老母亲和幼弟，若是敢乱说话，小心他们的性命！太后娘娘，是奴才一时糊涂，是奴才挑唆了李县主，与县主无关呐。你一个小太监，若没有人指使，敢来污蔑我，是不是刚才林薇威胁？没有，是奴才想借举报陈小姐私通一事来太后娘娘面前露脸，是奴才该死，太后娘娘饶命！污蔑功臣之女，欺君罔上，真是该死！还有你，林薇，太后饶命，臣女不是有意污蔑的，还请太后看在臣女有功的份上，饶过臣女，臣女再也不敢了。念你是初犯，又是有功之臣，被人欺骗，就罚你禁足林府3个月，抄写女诫300遍，如有再犯，绝不轻饶。至于你，来人，拖下去杖毙！太后娘娘饶命的，太后娘娘！林薇为了陷害我，还真是不择手段，我必须尽快复战，让她付出代价。委屈你了，孩子。今日之事是哀家识人不清，你如此聪慧果敢，真不愧是陈侯的女儿。既然你说今日肠胃不适，那就换一些清淡的菜式。赐宴。机会来了，赐宴为赐死。陈婉婉这贱人，血溅当场。既然你说今日肠胃不适，那就换一些清淡的菜式。赐宴。机会来了，赐宴为赐死。陈婉婉这贱人，血溅当场。陈婉婉，虽说你洗清了私通的嫌疑，但今日在宫宴上，你屡次失仪，扰乱朝堂，乃大不敬，赐死，正宫规。陈婉婉，你洗清嫌疑又怎样？只要被我抓住机会，你还是会死。皇祖母三思呀！陈小姐今日是遭人陷害，才会陷入此风波的，怎可因为失仪便斩杀忠良之后，还请皇祖母宽恕。太子殿下所言极是，陈后为国捐躯，还望太后留其女儿性命。别救我了，这次我们一时大意，还是让林薇找到了机会改字，现在已成死局。与其在这里继续争辩浪费口舌，不如直接开启下一次救火。姑可以保你，姑是太子，可以抗旨。殿下若抗旨，只会落人口实。万一林薇动用改字系统，威胁到殿下的太子之位呢？所以这一次我必须死。臣女陈婉婉谢太后恩典，只愿来世天日昭昭，恶有恶报。臣女陈婉婉谢太后恩典，只愿来世天日昭昭，恶有恶报。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收买太医？当然是因为我已经想出对应之策来了。林薇不是想改我的脉象吗？那我就让她改。你到底在卖什么关子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拜见皇祖母。回来了，入座吧。陈小姐，之前我喝酒是吧？好，我喝。陈小姐这是怎么了？太后，陈小姐她……太后，恩女突然腹痛加剧，怕是旧疾复发，快传太医！太后且慢！太后恕罪，臣女乃未出阁的闺阁女子。太医虽然医术高明，但终究是男子，男女授受不亲，臣女实在不愿失仪。臣女家中早有女府医在家等候，恳请太后开恩，允许臣女提前离席回府。男女授受不亲，臣女实在不愿失仪。
臣女家中早有女辅医在家等候，恳请太后开恩，允许臣女提前离席回府。皇祖母，陈小姐所言有理，还请皇祖母恩准。不可！太后，陈小姐所言固然有理，但是太医院并非没有女医，医女医术精湛，既不为男女大防，又可以及时诊治，何必要劳师动众回府呢？太医虽然医术高明，但臣女家中的辅医对臣女的慢案病史更为了解，诊治起来也更方便些。既然医术高明，你又怕什么麻烦？陈小姐如此抗拒，不会是身患隐疾，不敢让太医诊治吧？林县主言之有理，快传医女给陈小姐诊治。皇祖母，此事就这么定了，快传医女。只要医女诊脉，我便立刻改字。陈婉婉，你马上就要完蛋了。怎么是2个人？因为你中计了。怎么是2个人？因为你中计了。陈章宁、陈章秀叩见太后、太子殿下。臣奉太医院院判之命，前来为陈小姐诊脉。这怎么来了2位医女？张家姐妹乃是太医院最得力的女医，向来一同出诊，一来可相互印证病情，二来也可相互避嫌隙。确有此事，阿家记得当初淑妃生产的时候，也是2位医女一同照顾的。赶紧的给陈小姐把脉。前2次循环，林薇向来一字并用，改字次数从未超过2次。既然2次改字不是上限，那第3次我就不信你能一直改下去。且慢！太后，诊脉只是寻常之事，有张灵医女1人足矣，何必劳烦2人？更何况兴师动众，反倒扰了太后宴饮的雅兴。只要少一个诊断者，我就能少改1次字。林薇，你果然露出马脚。我偏不让你如愿。林县主这话倒是新奇，张家姐妹同诊乃是太医院的惯例，怎就兴师动众？莫不是林县主觉得臣女的身子不配2位医女一同诊治？你陈侯嫡女所言在理，规矩不可破，2位医女一同诊治，哀家也能放心。可是林县主若是担心兴师动众的话，方才为何不让陈小姐回府，还找来太医的？莫非是有什么阴谋？林县主若是担心兴师动众的话，方才为何不让陈小姐回府，还找来太医的？莫非是有什么阴谋？臣没有。既然没有，你便按照规矩来。太子殿下所言极是，这规矩不能乱。陈小姐身份尊贵，2位医女同诊，倒是合情合理。诊治吧。林薇，你的改字能力总有反噬的时候，这一次我看你怎么躲。启禀太后，陈小姐乃脾脉不和。不管了，改脾脉为喜脉。启禀太后，陈小姐脉象华丽，节律均匀，此乃喜脉之兆。喜脉上阵。这是第2次，第2次，看来刚刚那杯酒果然是人们用改字能力修来。张玲，你有没有整清楚？陈小姐尚未出阁，怎么会有喜脉？是脾脉不和，改脾脉为喜脉。既然出手，必须做绝。第3次来了。回太后，臣女诊的与姐姐一样，是喜脉，绝无差错。简直荒谬！未出阁的贵女居然有孕，这是何等丑闻呐！县主，回太后，臣女诊的与姐姐一样，是喜脉，绝无差错。简直荒谬！未出阁的贵女居然有孕，这是何等丑闻呐！县主，我没想
看来林薇的改字果然有次数限制，3次估计已经是他的上限。太后，臣女早就发现，那陈婉婉用色恍惚，脚步虚浮。他诛贪暗结，还敢助攻赴宴，一定是想要攀附权贵，掩盖丑闻，此等贱妇应当以死谢罪。怪不得之前推三阻四，不愿诊脉，原来是早有预谋啊！不过，这孩子的父亲是谁？莫不是宫中之人？谁知道呢？林县主为何着急定我们家？我这喜脉怎么来的？县主不是比我更清楚？你如此不知廉耻，龌龊神明，我怎么知道？你既然不知，那为何笃定我想攀附权贵，掩饰丑？县主身份尊贵，怎么搬弄是非起来，连事情托付都不如？放肆，陈婉婉！喜脉乃太医亲诊，你不肯认罪，才敢侮辱林县主，简直是罪无可恕！太后，此事绝不可姑息，恳请太后即刻下旨，赐陈婉婉白绫，以保全陈家最后的体面。吴将军所言极是，若放任此事，恐让天下人耻笑。还请太后严惩陈婉婉。陈婉婉不仅作风不正，还诬陷有功之臣，请太后严惩。请太后严惩。陈婉婉不仅作风不正，还诬陷有功之臣，请太后严惩。请太后严惩。太后，你一定不能轻饶了他，不然的话会寒了百官的心啊！皇祖母3次，此事尚未查清，若仅凭一纸诊书并杀人的话，若错杀忠良之后，陈侯在北疆得知的话，岂非寒了众将士们的心？谁来承担后果？太子殿下，您怎么能为了一个失贞之女治理教育不顾呢？太子殿下，此女作风不正，心思歹毒，实在是罪无可恕，还请太子殿下莫要偏袒。林薇现在怕是已经在强撑着，只要我们拖长时间，就一定能找出真相。好，我听你。诸位大人，容臣女一言。贱人，你又要说什么？我陈家世代镇守北疆，祖父随先帝出征时断了左腿，父亲如今在雁门关顶着寒风戍边，为了国家社稷，陈家男丁几乎全部战死，百不存一。诸位大人难道都忘了吗？确实如此，听说当时的状况真是惨不忍睹啊！程将军，我记得之前是我父亲将你从一个小兵提拔出来的，我陈家的家风你应该最清楚不过。你不要在此胡搅蛮缠，现在的问题全都出在了你的身上，你未出口便失贞，实在是有辱文风。若是你现在便自裁的话，或许还能保留最后的一丝体面。你们都说我失贞，可我想问，究竟什么是贞洁？若是你现在便自裁的话，或许还能保留最后的一丝体面。你们都说我失贞，可我想问，究竟什么是贞洁？贞洁自然是女子要恪守妇道，要守身如玉。鲁孝公的乳母为救君王幼子，牺牲亲生儿子，入了炼女郡，是因为他守身如玉吗？秋子身为将军，战败投降，他的妻子怒斥丈夫无耻，自杀殉国，入了炼女传，是因为他3从4德吗？庄直12岁，冒死谏言君王昏庸无道，轻信小人，入了炼女传，是因为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可见女人真正的贞洁是忠君爱国的气节，而非盯着女人裙子底下那点事不放。你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身为一介女子，竟说出这种话，人家倒是给你读了不少书啊！真是不知廉耻，不知廉耻啊！就是，你这就是诡辩。且不说喜脉还未查清，臣女自小听着忠良2字长大，家父出征，臣女捐钱出力，施粥难民，安置伤残老兵，
我陈婉婉自问，对得起陈家先祖，对得起天下。若说我失真，臣女不认。若冤杀忠良之后，岂非寒了边关将士的心？臣女只求太后明鉴，允许臣女再请太医复诊，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还臣女一个清白。对得起陈家先祖，对得起天下。若说我失真，臣女不认。臣女只求太后明鉴，允许臣女再请太医复诊，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还臣女一个清白。陈小姐所言确实也有几分道理，毕竟陈侯戍边有功，我们这般确实不得。是啊，寒了边关将士的心就糟了。可未婚先孕乃礼数大忌，传出去皇家颜面何在？总不能因为陈侯有功就随死吧？巧言令色，诊单是太医开的，文武百官全部都看着，何须再诊？我看你就是想拖延时间，苟延残喘。孤愿以储君身份为陈小姐担保，若3日之后未完成的话，孤便太后，万万不可啊！这太子一定是被这狐妹子给蛊惑了，所以才一再的偏袒。而且这陈婉婉如果趁此机会串通北境军队的话，恐怕会对我朝不利啊！你再说一遍，你敢诋毁北军将士，信不信姑现在就扭断你的脖子！太子放手，殿前行凶，成何体统？你敢诋毁北军将士，信不信姑现在就扭断你的脖子！太子放手，殿前行凶，成何体统？你是太子，是以后的君王，就算是林县主说错了话，你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喊打喊杀呀！这是一个储君该有的气度和格局嘛！皇宗我教训的是，若人一时失色，但他临危污蔑边关将士，此罪绝不可轻饶。忠良之后，更应该恪守礼数。陈侯戍边有功，难道就可以抵消他私德有亏的罪过吗？这林威还真是锲而不舍，就算刚才差点被萧纪掐死，也不耽误他立马张嘴骂。各位将军，你们说是不是？哎呀，就是这勾心之女更应以身作则。太后，林县主说的对，若今日饶了他，那就是开了功过相抵的先河，日后朝堂必乱啊！没错。林县主此话算是说到本宫心坎里去了。陈婉婉，你可当真是丢尽了我们世家千金的脸啊！太后，此女未婚先孕，还对着储君眉目传情，简直无德到了极点，请太后赐白绫以正纲纪。李嫔多年未所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不是也该赐死，为后宫做表率啊？太后，此女未婚先孕，还对着储君眉目传情，简直无德到了极点，请太后赐白绫以正纲纪。李嫔多年未所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不是也该赐死，为后宫做表率啊？这陈婉婉的嘴皮子真是越来越利索了。七情六欲乃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不像你，管不住人心，守不住廉耻。你表面上是个大家闺秀，背地里放荡不堪。若你只是私德有亏，那我也可以留你一个体面。但是你居然敢算计皇家，算计太子，那你就是死不足惜。我算计太子？我什么时候算计太子？你不要张口就来好吧？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你未婚先孕，肯定也知道这丑闻不能外露，所以你此次入宫，不就是为了接近太子，给你腹中的胎儿找一个后爹吗？林薇，我真的是越来越佩服你的脑子。那不然，为什么太子素来冷漠，今日却对你处处维护？不是你故意勾引是什么？原来是个想攀高枝的贱人，还想拿肚子里的孩子当筹码，真是丢人。太子殿下何等尊贵的身份，可不是你能攀得上的。我什么时候说想要攀附太子了？谁说我要给孩子找后爹？
不是找后爹是什么？张氏姐妹给你整出2次喜脉，满朝文武全部都看着，你必须以死谢罪。好啊，林薇，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客气。你们怎么连话都不让人说完啊？谁说我是给孩子找后爹？那不然呢？难道你还真怀了太子的孩子不成？没错，我腹中的孩子就是殿下的。林薇，你想让我以死谢罪，难道是想连同小殿下一并处死？谁说我是给孩子找后爹？那不然呢？难道你还真怀了太子的孩子不成？没错，我腹中的孩子就是殿下的。林薇，你想让我以死谢罪，难道是想连同小殿下一并处死？是陈婉婉，老下课也不打个招呼，过有意思。不可能，太子殿下怎么会看得上这个贱人？林薇，你主动抛来的橄榄枝，我当然要接住了。不可能，你在撒谎！你与太子不过几次宫宴偶遇，怎么可能怀上太子殿下的孩子？陈婉婉，你为了脱罪，不惜栽赃太子殿下，你就不怕株连九族吗？你放开！他在撒谎，这不过就是他构陷太子的毒计。殿下，你快说话呀，快揭穿他的谎言啊！太子殿下，此乃天大的事，万不可含糊。陈小姐所言是否属实？你快给百官一个交代呀！是啊，殿下，这到底是真是假？若真是殿下的骨肉，那便是皇长孙；若不是，那便是陈小姐区区之罪呀！殿下，你快说话呀，快揭穿他的谎言啊！太子，哀家问你，陈家嫡女所说是否属实？快说话呀，说话呀！只要你说话，我便能改字。太子，哀家问你，陈家嫡女所说是否属实？快说话呀，说话呀！只要你说话，我便能改字。殿下，这是默认了。不可能！陈婉婉她无宁亲历，罪不可赦，你应该杀了她，你不能认啊！是不是姑的孩子，姑还不知道吗？你要教姑父。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你凭什么说你怀了殿下的孩子？诸位大臣，你们想一想，陈婉婉方才还说她是被冤枉的，她没有怀孕，转头就说她怀了太子殿下的孩子，这明显就是栽赃太子殿下。太子殿下许是殿下，陈后戍边有功，所以才一时心软放过他的。殿下一向不近女色，之前也从未听闻他与陈小姐有所交集，怎么今日突然出来一个孩子呀？是啊，殿下又没有妻妾，可和陈小姐有直接请旨赐婚不好吗？这殿下也太着急，你看这是闹的。太后明鉴，皇室血脉何等金贵，凭他一言便认下。日后若有女子效仿，岂不练了我皇室根基？请太后下旨，让陈小姐自证。既然陈小姐说是殿下的孩子，还请拿出证据来啊！空口白话谁不会说啊？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啊！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听见了吗，陈婉婉？是拿不出凭证，你就是欺君罔上，构陷太子。不仅你要被凌迟，我们坐守边关的父亲也要被株连。我当然有证，这就是证据，太子殿下的贴身献护。构陷太子，不仅你要被凌迟，我们戍守边关的父亲也要被株连。我当然有证，这就是证据，太子殿下的贴身献护。诸位要凭证，这便是。哎呀！3月前御花园暴雨夜，刺客突袭，hen女为救殿下挡下毒针。那时我和殿下便互生情谊，太子殿下就将此物赠予我。你说这是殿下的就是吗？这边角的云纹是上衣局专属纹样，太后可让上衣局总管一看便知。这是那个小瘸子留下的。哇塞，
没想到这瘸子这么有钱。我捡到，可就是我的了。事到如今，只希望小姐不记得她4年前丢了一条线扣。我的线扣，却居然保留了4年。启禀太后，这确是上一局为太子殿下所制。这原文用的是西域进贡的金色真丝，针脚是局里独有的双回绣，错不了的。好，这还真是，竟然是一条线裤。没想到平日表面和殿下这般正经，私底下却……末将，皇家的事我们不便多说。要不是那包裹里只有这一个能直接证实萧帝身份的东西，我也不会选这位。末将，皇家的事我们不便多说。要不是那包裹里只有这一个能直接证实萧帝身份的东西，我也不会选这位啊。姑和你的账，事后再和你算。这就是我的证据。臣女和太子情根深重，但婚姻大是父母之命。臣女的父亲如今尚在边关，因此碍于礼节，不曾公开。只想着臣女的父亲回来，太子便停止赐婚。没想到却让林县主误会了。不可能，这一条线扣能说明什么？许是你偷的，或者这是你预谋好的。他说的没错，这孩子的确是姑的。对于林县主，你一个局外人，对姑和陈小姐的事情指指点点，难不成你极恨陈小姐，想以身代之？真是殿下的，那陈小姐没撒谎，那这孩子是皇长孙呐。罢了，太子殿下都认了，又有上一局作证，那还能有假？看来陈小姐和太子殿下真是情投意合呀！不可能，殿下怎么会认？这不是真的。林薇，这下你要如何应对呢？好啦，既然太子把这事儿给认下了，那就尘埃落定。陈侯戍边有功，现在嫡女又怀上了皇嗣，她根本就没有怀孕，假的，都是假的。她的喜脉是假的，你们都被她给骗了。既然太子把这事儿给认下了，那就尘埃落定。陈侯戍边有功，现在嫡女又怀上了皇嗣，她根本就没有怀孕，假的，都是假的。她的喜脉是假的，你们都被她给骗了。林薇，你终于忍不住了。林县主，之前你一口咬定我珠胎暗结，各位大臣皆是见证。现在殿下认下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你反倒改口。林县主，你这是做什么？之前是你一直死拽着要医女诊脉，一口咬定陈小姐是喜脉，现在殿下刚刚认下，你便说是假孕了。是啊，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吃。先前2次诊断都是千真万确，你如今却说是假孕，你可要拿出证据来呀！求太后再传医女，若是再诊出喜脉，臣女愿受剜眼之刑；若不是，老臣婉婉和医女一起凌迟处死。这再次会诊，陈小姐怀的是皇嗣，反复诊脉，怕是不妥啊。有何不妥？陈小姐既然说她怀的是害子的孩子，那就事关皇嗣。既然事关皇嗣，那就要小心谨慎。只要会诊，我就把死脉改回平脉。陈婉婉，这次你别想逃。陈小姐既然说她怀的是害子的孩子，那就事关皇嗣。既然事关皇嗣，那就要小心谨慎。只要会诊，我就把死脉改回平脉。陈婉婉，这次你别想逃。不必再诊了，皇嗣为重。这反复折腾岂是儿戏？黎县主，你先前一口咬定说是喜脉，现在你又反口说是假孕，你这自相矛盾，岂能作数啊？太子和陈小姐两情相悦，还怀了皇嗣，此事本就应该
体面处置。臣哀家遗旨，择吉日给太子和陈小姐赐婚，昭告天下，以正名分。赐婚？不行，我不准！将赐婚改成赐死，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陈婉婉，你给我死！李县主，李县主，李主。启禀太后，林县主脉象紊乱如丝，脏腑如受重创，恐有性命之忧啊！第一次打字无恙，第二次平稳，第三次吐血，第四次重创。林薇，看来你的死期快到了。林薇能力秘密终于被我们摸清，接下来便是收网的时候。第三次吐血，第四次重创。林薇，看来你的死期快到了。林薇能力秘密终于被我们摸清，接下来便是收网的时候。玉佩，救我，帮帮我，我不能死，不能让他们如愿。这枚玉佩好眼熟，这是我家主传承下来的神力，娘快不行了，一定要替娘好好保管。怎么了？是不是刚才受到了惊吓，身体不适？不是，许是店内人多，气闷罢了。等这件事了了，我带你去花园逛逛，那里的梅花开得正好。陈婉婉，你别高兴得太早，此事还没结束。陈婉婉，你别高兴得太早，此事还没结束。婉婉，婉婉，婉婉，太医，快太医，快来太医！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看看陈小姐，她和皇四要是有任何差池，让你们这群废物都陪葬！快点！婉婉，先别说话，太医马上就到了，一定不会有事的。陈婉婉，你这个贱人，休想过好日子！给我一起下阴曹地府去吧！我怎么又中毒了？看林薇那样子，这件事应该和他脱不了关系。可是他的改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他！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没事。当时他扶我的时候，指尖冰冷。原来那个时候毒酒已经进入我的身体，林薇居然这么早就开始不均。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没事。当时他扶我的时候，指尖冰冷。原来那个时候毒酒已经进入我的身体，林薇居然这么早就开始不均了。婉婉，你是夫人，再使点劲儿，再使点劲儿呀！夫人，奴婢为侯爷诞下一女，望夫人给奴婢条活路啊！不好了，夫人血崩了，快来人呐！这是我家族传下来的神力，娘快不行了，你一定要替娘好好保管，记住，善用神力，方得施主。改石桌上的糕点为糖果。娘亲给的玉佩真厉害，凭什么你有这么好的玉佩？这玉佩应该是我的，还给我，这是我娘亲留给我的。
原来改字的能力本就是我能枷锁的传承的神力。当年连位抢走玉佩，不仅抢了我的能力，还震伤了我的神魂，让我忘我于现。原来改字的能力本就是我能枷锁的传承的神力。当年连位抢走玉佩，不仅抢了我的能力，还震伤了我的神魂。我能听到他的心声，是因为神力认主，即便被夺走，也会与我产生共鸣。神魂更是玉佩的指引，他在拼命想回到我身边，才一次次将时间重置。林薇用着不属于自己的能力强行改字，才会反噬吐血，而我才是他真正的主人。林薇，你偷了我的东西，占了我的机缘，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得逞。这一次居然重生回到换衣服的时间节点，是因为我恢复记忆了吗？太子殿下，你终于醒了。这次寻欢你迟迟没有醒来，我还以为……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原来太子殿下这么担心我呀！你要是醒不过来，我要一直被困在这个循环里，可怎么办呀？太子殿下放心，我肯定不会抛弃殿下的。哼，姑才不信呢！当年你不就是把姑卖到妓院去了吗？太子殿下，你都知道了呀。你要是醒不过来，我要一直被困在这个循环里，可怎么办呀？太子殿下放心，我肯定不会抛弃殿下的。哼，姑才不信呢！当年你不就是把姑卖到妓院去了吗？太子殿下，你都知道了呀。4年前我们相伴了那么多个日夜，姑怎么会不记得？太子殿下恕罪，臣女都是之前不懂事，冒犯了殿下，殿下饶命。你很怕姑？殿下身上有龙气，臣女当然害怕了。不，是敬畏。别装了，你现在心里肯定变着法的骂姑呢。好了，这件事情姑也没有放在心上，目前最要紧的是如何摆脱这个循环。对了，殿下，我知道之前是谁给我下的，只是需要殿下派人查上一查。来人！是。还有，我可能已经知道该怎么结束这无尽的循环。原来是这，那他……原来如此，这个林薇不仅偷了你的能力，还干了这么多阿杂事。既然真相已经大白了，那林薇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走吧，我们该回宴会上拆穿他的阴谋。那林薇的好日子也就到头。走吧，我们该回宴会上拆穿他的阴谋。拜见皇祖母。入座吧。林县主，这杯我敬你。哎呀，陈小姐这是怎么了？太后娘娘，快传太医呀，可不能耽误了身子。不必了。怎么了，陈小姐？身子不适，可不能硬扛啊。我会腹痛，并非因为生病，更不是吃坏了东西，而是林县主给我下了毒。陈侯廷宇，你这什么意思？饭可以乱吃，这话不能乱说呀！你胡说，分明是你自己身子不适，怎么还血口喷人，污蔑我下毒呢？是不是血口喷人，你心里清楚。故意栽赃陷害。你胡说，分明是你自己身子不适，怎么还血口喷人，污蔑我下毒呢？是不是血口喷人，你心里清楚。就是故意栽赃陷害。
这事儿我做的天衣无缝，陈婉婉不可能有证据。有没有毒？是不是栽赃？带个人来辨质分享。不可能，他怎么会被发现呢？太子殿下这是何意？随便押个工人来就可以污蔑我下毒吗？因为你再好好想想，真的不记得这张脸了吗？林县主难道忘了，这位公公和去年你带兵赈灾时声称在途中失踪的难民周老三长得一模一样？你胡说，不可能，他不可能是周老三，周老三早就已经失踪了，这分明就是你找人假扮的，你就是想栽赃我。去年赈灾名册上记录，周老三耳后有先天月牙痕，这位公公的耳后不就是一模一样的痕迹？去年赈灾名册上记录，周老三耳后有先天月牙痕，这位公公的耳后不就是一模一样的痕迹？远在边关的难民既非失踪也非饿死，反倒潜入皇宫成了太监。林县主，你倒说说，这是为什么？我怎么知道？当然是你扣押难民，滋养死士，把人送到宫中，图谋不轨。什么扣押？我那是安置。安置？难民自己有家有亲人，为什么要你安置？更何况你一安置，难民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彻底消失。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那你院子里的地窖中满地骸骨，又作何解释？之前我听说林县主在京城的宅子绝不允许人靠近，莫非其中真的有猫腻？陈小姐，你这话是何意呀？林县主暗中保驾难民，以活人炼毒，把好端端的活人变成浑身是毒的药，把血淋淋的人命变成给我下毒的工具。周老三皮肤带毒，所以一经和陈小姐接触，便身中毒死。这种恶毒手段，当真是丧尽天良。难道当真在边缘豢养活人，残害无辜吗？你胡说！你们胡说！那地窖是用来放军械的，这失踪的人跟我无关。我所言句句属实，诸位大人自行分辨。若不信，大可派士兵一查便知。不行，那宅院是我的，你凭什么查？林县主，此言差矣。普天之下，莫非皇府，您的院子也是皇家的财产。对，是啊。若林县主当真问之无愧，那查一下又何妨呢？请太后彻查。请太后彻查。普天之下，莫非皇府，您的院子也是皇家的财产。对，是啊。若林县主当真问之无愧，那查一下又何妨呢？请太后彻查。请太后彻查。改真为假，颠倒黑白，扰乱军心，让这贱人五马分尸，不得好死。我所言句句为假，诸位大人自行分辨。太后，臣冤枉啊！这些难民都为我所救，怎么可能会残害他们？都是你，陈婉婉，一会儿真一会儿假的，我看他就是在戏弄你。冤枉，不倒要看看是谁在冤枉谁。皇祖母，请看，这是临危宫中亲卫的招供，供词上写着：自临危参军以来，为了炼制毒药打仗，不断在边关囚禁百姓，用活人炼药，死伤者不计其数。他的每一桩军功都沾着我超子民的鲜血。因为你还有何话说？不可能，我没有。太后，我是被污蔑的，请太后明鉴啊！铁证如山，你还敢狡辩？陈氏揭发有功，因为死不足惜。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死的应该是陈婉婉，怎么会是我？不可能，不可能！我要改有功为有罪，让这贱人替我去死！不可能，这玉佩怎么会碎？我才是天命之女，我才是气运加身，我要让这个贱人替我伏法。没用的，改不了字。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死的应该是陈婉婉，怎么会是我？不可能，不可能！我要改有功为有罪，贱人替我去死！不可能，这玉佩怎么会碎？你才是天命之女，我才是气运加身，
我要让这个贱人替我伏法。没用的，你改不了字。你怎么会知道？很意外，你迫不及待的想让我死，不就是怕我夺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吗？这能力是我的，我要你死！改字，给我改，让陈婉婉这贱人立刻暴毙，死！我的预备。偷来的东西终究是要还。你盗我玉佩，窃我能力，害我名字，以活人炼物。今日我就让你尝尝你自己种下的恶果。物归原主，你只能改一字，而我不限制修改。令临危承受自身所炼之毒的百倍痛苦。陈婉婉，你这个贱人，我要你活着好死！临危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传令下去，林家涉事之人尽数查抄，大如天牢。是。这一切终于结束。临危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传令下去，林家涉事之人尽数查抄，大如天牢。是。这一切终于结束了。宴会已经结束了，你为何坐在这里？我只是觉得有点不真实。不真实？在这个宴会中，我死了很多次，又重生了很多次，多到我自己数都数不清。我以为我要永远被困在这里，没想到还有结束的一天。再过不去的，如今也都过去了。太子殿下，谢谢你。谢我？对啊，你是那个关键的突破口，要不是你来了，我还在这循环中摆烂呢。好吧，那这个你确实得谢谢我。你这副样子可不像传说中那个阴质狠毒的太子殿下。天天装阴狠也很累的。4年前我被人追杀，躲进一个破庙里，现在想想，那应该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了。啊？不是吧？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天天都想着怎么弄死对方？是啊，纯粹的恨，不掺杂任何利益，就只有恨。那你就不怕我哪一天真把你杀了？就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你说话小心点，我可是死了无数次，有的是力气和手段。谁不是呢？还好还好，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过去了。是啊。恭喜宿主通过考验。谁在说话？怎么了？刚刚有人在说话，你没听到吗？我没有听。传送门即将开启，请2位宿主做好准备。